室友很奇怪，每天凌晨2点都会去厕所，然后30分钟之后出来。我很好奇他在里面干什么，于是我偷偷将一个隐形摄像头安在厕所。通过监控，我终于看到室友诡异的一幕。监控视频里面，镜子里室友的脸起了变化，准确的说，镜子里他的脸变成了另一张脸，嘴巴呈现一种大声喊叫的方式，但是镜子外的室友却丝毫未动。这个景象把我震惊到了。我对他再次升起了恐惧感。凌晨2点30分，室友终于有了动静，他微微低头，对着镜子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，持续了大约10几秒。再次站直时，镜子里那张痛苦扭曲的脸已经变成了室友原本的脸，然后他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离开了厕所。我通过监控目睹了这一切，现在可以确定室友真的有问题。我其实是可以拿着这个监控录像去曝光室友，但为了室友的隐私以及我强烈的好奇心，我很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第2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上课。到了晚上，宿舍熄灯后，我在手机上搜索各种幸运符、平安符，保存到相册。虽然知道这些用处不大，但求的是一个心理安慰。就这样，到了凌晨2点，我屏住呼吸，听着宿舍的动静。果然，李毅的床铺传来了声音。他起身下床，然后走向了厕所。我打开手机的监控视频，继续进行监督。他居然又像昨天我看到的那样，呆滞地站立在镜子前，镜子里的脸也变成了另外一张脸，和昨天一样。就是现在，我迅速跑向厕所，用手拉开了厕所的门，对着里面的室友大吼：“李依依，你干嘛呢？”我故意这么大的动静，是为了能吵醒室友和宿管，这样大家都围过来了，我也不会害怕。但是室友们居然完全没醒。此时李依依惊恐地转头看向我，那个眼神是惊恐和迷茫的。我看向镜子，镜子里那种扭曲的脸不见了，我本能地向后退。李依依突然瘫倒在地上，她看上去好像特别痛苦。救救我，帮帮我！她挣扎着想要起身，但似乎身体不受控制。同学帮帮我，我才是李依依，求求你帮下我！他此时的眼神确实和平时都不一样，而且他现在似乎特别痛苦。但是我没有放松警惕，只是稍微靠近了2步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你才是李依依？我能帮你什么？我一下无法解释清楚，但你们平时见到的李依依不是我本人，我被替换了。我还是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可李依依继续说道：“你去我们东风小区找一个叫张爷爷的人，就告诉他李依依有危险就可以了。”张爷爷没有全名吗？我想多问一点细节，但是李依依已经昏死过去，不省人事了。天亮之后，我起得很早，李依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自己床上。此时她背对着我，紧紧裹着被子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在睡觉。我没有去管，而是拿着手机直接去了辅导员办公室。到了辅导员办公室，我一眼看到了坐在辅导员旁边哭得眼睛红肿的李依依。我愣在门口揉了几下眼睛，我明明出门的时候她还在宿舍的床上的呀。此时导员注意到了我，立马招呼我进来。降之啊，你怎么可以霸凌同学呢？辅导员的话让我一头雾水。老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依依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厕所地上，你合伙宿舍的另外2名同学孤立她，对她实施冷暴力，给她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压力。我真的越听越委屈，越想越来气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监控视频，将手机递给了辅导员。老师，您自己看吧，她根本就不正常。辅导员接过手机看了起来，我在旁边和李依依对视，她在笑。降之，这个视频有什么问题吗？辅导员面带疑惑地将手机递还给了我，这都没看出问题来吗？我接过手机，打开视频观看，但是视频里面和我之前在监控里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李依依确实是半夜在厕所前照镜子，但是她只是单纯的照镜子，镜子里面的脸没有任何变化。不对呀，我明明看到了镜子里是另一张脸的呀，手机也没有被动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降之，你在女生宿舍厕所装监控干什么？我惊慌失措地看向辅导员。你这样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太严重了，你停课1周，写一封检讨吧。从办公室出来后，我脑海里全是李依依嘚瑟的笑脸。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太魔幻了，完全无法和任何人解释这一切。回到宿舍，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，发了一会呆，拿出手机再次打开了那一天的监控视频。这一次监控视频又和我当晚看到的一模一样了，李依依镜子里面是另一张扭曲的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此时我脑海里回想起昨晚李依依说的话：你们平时见到的李依依不是我本人，我被替换了。你去我们东风小区找一个叫张爷爷的人。我惊恐地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也许现在能解释这一切的就只有那个叫张爷爷的人了。